那老师也提到中欧相较起来是较为成功的模式啊，大家当然就很好奇了，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重要的人啊，一些精英或者有一些条件？这部分老师怎么看呢？实际上啊，中欧国家的成功，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人在发挥作用。有一个捷克的当过总统的哈维尔，瓦斯拉夫·哈维尔，他算是最重要的。还有波兰团结工会的那个后来当波兰总统的保门萨。那么仅此而已，不是他们两个个人的能够主导一切。但是呢，如果是把这4个国家拿他们的转型经验放在一起做比较，可以找到2个共同特点。一个就是他们的政治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这个3重转型是同步推进的。这个我后面会提到，就是说其他国家是不同步的，或者说只有2步，就只有政治经济转型，俄国就只有政治经济转型，没有社会转型。那么第2个特点就是政治经济转型能不能成功，是取决于社会转型是不是成功。话句讲白了，社会转型不成功，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就不会成功。这也是为什么俄国和中国不可能成功。那么在原来的共产党国家的制度理念当中，为什么我刚才讲这个社会转型很重要？就是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还有它的政策是要由选民通过选票来选择他们信任的政治人物，由他们选出来政治人物负责执行和设计。那么什么东西来主导选民投票的意向呢？那就是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爱好什么，不爱好什么。这不是指吃拉面你喜欢哪个口味，而指的是说你的价值观里面对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你有没有偏好。比方讲，喜欢大锅饭还是喜欢这个自由经济，喜欢高福利还是希望个人有充分的努力的空间。那么选民的价值观左右了他们对新制度、新政策的偏好。那么原来共产党国家民众的价值观呢，当然是和非共产党国家民众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共产党国家民众曾经长期生活在一个剥夺了私有经济和个人自由的社会里头。那么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都曾经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长期洗脑。那很多人在前共产党时代形成的这个价值观已经被共产党改造成红色价值观。那么这种，因为在共产党时代，你不跟他的红色价值观，你就可能甚至有个人的生命危险。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有一个罪名叫反革命，其实就是价值观不同。你不认同共产党的政策，有一句话说的不对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是要枪毙的。那么这种旧的价值观很容易引起民众就红色价值观很容易引起民众在这个转型时期投票选择旧制度的产物。比方讲，原来的共产党红色精英他们看得很顺眼。那么如果从西方的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的这个教科书的概念出发来观察的话，中欧4国的转型过程看上去十分平常的，没有什么特色，而且是各走各的道。如果从他们的政治制度设计或者经济转型措施来看，其实找不到什么共同规律，或者是值得特别总结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成功秘诀了。这听起来和我前面讲有秘诀是矛盾的，我下面会讲到秘诀在哪里。那么在经济转型方面，中欧4个国家当中，有的实行了震荡疗法，就是 shock therapy， 有的没有这样做，像匈牙利就没做。那么捷克呢，在私有化方面步伐很大，而波兰私有化的步伐不大。在中欧国家好像你不管是用不用 shock therapy 或者快速的私有化，最后结果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制度设计和执行过程中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到他们转型的结果，转型后的政治制度呢也没有明显的差异。那么在政治转型方面，中欧4国的共同特点是，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之后，它的政治局面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而有序，民主化稳定进展，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国会和总统，基本上没有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人群的政治对立而发生街头冲突。
政治局势很少波动，更加没有倒退。那么在政治舞台上，一方面是出现了原来红色政权反对派的大联合阵营，另外一方面是过去的共产党内部迅速分化出新的政党来。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整合呢，最后会形成2种新的政党。第一种是由民间原来的反对派力量集结而成的政党，比方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叫公民民主党，匈牙利叫民主论坛。这些政党不见得都是自由派或者右翼政党。比方讲，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属于中间派，不左不右。那么匈牙利的民主论政坛呢，它是偏右的，而波兰的团结工会偏左。所以你从左右上面也分不出来他们有什么不同，但结果是一样。那么第二种新政党是原来的共产党解散以后重新建立的，他宣布他是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政党都曾经在竞选中获胜而执政很短时间。那么他们为了摆这些有趣的是，在中欧4国这个原来的共产党解体之后重新建立的左派政党，为了摆脱昔日共产党留下来的历史包袱，洗刷他们自己的红色污点，他们有时候会采取远离左翼的政策，有时候他跟右翼政党的立场一样。这其中的道理我后面会讲。另外就是一些原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过多党合作的，就大陆不是有民主党派吗？这些中欧国家原来也有。那么像波兰农民党，他们也会参加竞选，并且一度也执政。那么中欧国家的议会选举、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这个政治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功依据。那么在多党竞争的这个背景下，中欧国家不但没有出现过一党独大的局面，反而出现政党轮替现象。这点台湾应该非常熟悉了，这是正常的民主制度的特点。就选民呢，中国国家选民是先支持右翼政党，然后改为支持左翼政党，然后又转过来再支持右翼政党。那么在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现象表明选民希望尝试不同政党的政策主张。那么在中欧国家，政党轮替从来没有阻断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没有造成经济政策的反复变化。当然，他们的政治转型也存在一些缺点，比方讲他的政治领导人比较容易去掌控议会民主和法治。对坚持三权分立制度的运作经验不足，或者有意无意的用政治影响力去干预司法和行政。那这个毛病呢，也不能说只有他们才有，现在美国也一样，美国的民主党早就在干预司法和行政。那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欧4国，官员和政治家的贪污腐化没有成为普遍现象，民主化过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了很强的社会约束，不敢大范围的、大规模的去贪污腐败，这个是中欧国家可以夸耀的地方。下面我要讲一个所谓的秘诀问题。在共产党国家研究当中一谈到党国精英，经常会使用一个源自于俄文的专用词，叫做 nomenklatura。这个词的俄文原来的意思是说，归共产党组织部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它是苏共组织部的专用词汇。那么中国人是不难理解它的意思的。在中共的党政机关里头，那么nomenklatura这一类的官员和没有多少升迁机会的普通文员之间，前途和地位是天差地别的。前者就是能升迁的这些nomenklatura，就是通归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部管理。后者是归人事部门管理，政府的人事部。那么评价或者判断一个共产党国家政治转型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就是共产党的党国精英是不是在转型期间复归。如果你是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逻辑去理解，这好像是件无所谓的事情。你去查一下教科书，没有一本教科书讲没有理一定不能让共产党党国精英复归，复归多少也没人去谈的。换言之，好像只要是在选举和三权分立的表面架构之下，党国精英复归，在西方学者心目当中并无不可。那么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也表明说呢，确实有2种状况。
就是民主化和市场化是既可能造成老权贵的复归，也可能导致老权贵出局。那么就在这个出局和复归之间，就隐藏着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是不是成功的第一个秘诀。因为在原共产党国家转型的时候，谁可能成为转型期的精英，大体上有2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新精英当中旧面孔比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另一种是转型期往往是老的红色权贵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精英。那么在所有转型国家当中，只有中欧4国呈现前面一种结果，就是新面孔多，老面孔少，而其他所有的转型国家、原共产党国家，都或多或少表现为后一种情况，老权贵、老红色权贵摇身一变。我把它叫做，你把那个台湾好像有一种竞选夹克，这个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有着不同的颜色。你可以想象那个里面的颜色是红的，外面颜色是白的。他们过去呢是红里子朝外穿的，所以他们是红色权贵。当共产党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共产党解体了，换名字了，换成社会党了，他们把那个夹克里子翻到外面，面子翻到里头去，现在外面是白的，里面是红的，所以还是同一拨人，这颜色不同，夹克颜色不同而已。那么这方面我举一个美国一个社会学家，是个匈牙利裔的，叫做 Ivan Zeleny， 他是1970年代就开始研究东欧国家改革时期精英的构成变化。那么他是有比较预见的提出了2个理论，一个叫精英再生产理论，一个叫做精英循环理论。那么我把它比较形象的换一个表述，就是精英再生产理论，就是通俗点讲，就是老权贵复归。那么精英循环理论讲通俗点，就是老权贵失落。那么中欧4国虽然制度转型比较成功，但那些国家其实没有出现过刻意整肃老权贵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浪潮。中欧国家呢，在转型内，这个左翼和右翼政党是轮替在执政的，就是反对老权贵的右翼政党可能同情老权贵的，和老权贵有各种联系的这种左翼政党都先后当选执政过。那么老权贵的沦落呢，主要不是他们当不当官、上不上台，而是说他们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这个刚才提到这位，这个原来是在 UCLA 教书的，好像叫伊万斯莱尼，他在1998年出了一本书，叫做《形成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东欧国家的新统治精英》，英文名称是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在这本书当中啊，他介绍他和他研究伙伴在中欧国家做的精英调查的结果。他发现说，在中欧国家，许多老权贵在转型期间没有办法再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了，所以他们不得不要么选择降职，要不是选择提前退休。那么1993年，匈牙利就是共产党下台以后几年内，匈牙利33%的党国精英退休了。那么在波兰，这个比例是27%。与此同时，新的精英当中，来自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相当大的比重。比方讲，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届民主政府的成员，大部分是人文知识分子。那么在转型期仍然得到机会，属于原来的老的党国精英的，其实主要是技术专家型的知识分子。那么塞莱尼也把这个转型时期中欧国家的精英构成和俄国的情况做了对比。他分析了俄国、波兰、匈牙利转型期间老权贵的命运和新精英的阶层背景以后，发现说，转型期间仍然能够保留精英地位的老权贵，在俄国是差不多2/3，就是3个俄共的老干部当中，有2个都变成民主党了，在新政府里头照样当高官。那么在波兰和匈牙利呢，这个比例只有在波兰是38%，匈牙利只有20%，这就是我刚才讲到，其中大部分是技术专家。那么从转型时期新精英的背景来看的话，俄国的新精英里头有51%属于老权贵，
就他原来是老权贵的后代，或者是类似的情况。那波兰这个比例，刚才讲俄国是51%，它的新精英里头51%属于老权贵，原来是党国精英。那么波兰这个比例是只有41%，匈牙利更低，只有33%。那么刚才讲到这位匈牙利裔的美国社会学家呢，他这个老权贵复归和老权贵失落这两个理论呢，刻画出来了转型时期中欧各国精英构成的变化趋势，但他没有有效的解释，没讲清楚，就为什么同样推行市场化民主化，有的国家出现老权贵复归，有的国家出现老权贵失落，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第二个成功秘诀，就是社会转型。那么中欧模式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是到现在为止被世界上绝大多数观察家所忽视的，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必须同步推进。那么价值观和道德层面的社会重建，它对校正政治经济转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么实际上在共产党国家转型之后，他要模仿西方国家为转型中的原共产党国家设计一套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不是什么难事情。那真正难的是怎么样清理民众头脑中的红色价值观。这个过程呢，我把它叫做社会转型 （social transformation）。那么如果说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必须要推进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三大任务，哪一个最难？不是民主化，是社会转型最难。而社会转型能不能成功，完全可以来解释转型国家的精英构成的变化规律。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形塑了政治和经济转型，进而确定了老权贵的命运。那么中欧模式和俄国模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中欧模式做到了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同步进行，俄国模式只实行政治和经济转型，拒绝社会转型，那么就产生了上面讲的俄国的负面后果。那转型国家其实都面临社会重建的任务，要清理共产党统治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还有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这些名词我们都很熟悉，但问题是，共产党政权下台以后，怎么样社会重建？怎么样改变价值观？那么中欧国家他们新的政治精英呢，主要是由异议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的。他们不约而同提出了3个口号，3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重建口号，就是自我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3个口号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官员或者共产党员的，也是面向全社会成员。这几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得到了社会上相当广泛的支持。但这些口号的落实是完全靠民众的自发响应，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那么我下面解释一下，所谓的自我忏悔，就是说每个共产党国家的人多多少少他一辈子的前半辈子都曾配合共产党维持他的统治，连个人当时保持沉默也是默默的支持共产党的。所以在转型时期，每个人都要通过内心的反思和反省，认识到共产党统治的错误何在，以及把这些错误从自己的思维当中一点一点排除的必要。那么刚才讲的净化，它指的是说，忏悔之后，人们要把思维当中这个共产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逐渐清楚，达到灵魂的净化。这是个人的思考过程，它不是一个集体行动，而是各自去醒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最后讲到就是另外一个第3口号是牺牲，就是说社会成员在转型期间的行为选择是为了终结共产党体制，个人是有必要做出牺牲，但是不应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去维护自己在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比方你当过共产党的官，你没有资格提出来说我转型了我还要当这个官。那么这3个口号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异议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号召，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的。所以社会共识是个最基本条件。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的时候，当时这些国家的工人，他们也和中国一样是国企的工人，他们很少提出要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我专门看过波兰当年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工人的这个
这些民意调查，我发现确实和中国和俄国有根本的差异。那么国企工人不会要求保护自己的在共产党时代的经济社会地位，那红色精英也不得不做出个人牺牲，比方讲提前退休。那么转型时期的主流社会的舆论基调就是牺牲，而不像中国大陆在讲一切向前看。如果一切向前看，这个转型一定失败。那么社会各阶层都不热衷于从改革中捞好处，那么重建民主社会和自由经济才可能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的目标。那么中欧国家之所以能够推行这3个口号，关键在于他们的红色殖民地的历史经历。这是实际上是共产党国家转型成不成功的，社会重建能不能成功的一个第3个秘诀。因为这些国家的红色政权都不是在本国有共产党革命武装建立武装的这个根据地去和政府军对抗的结果。中欧国家的红色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2战以后培植起来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共产党的统治、傀儡政府、外国殖民统治这几个词实际上划等号的。那么你要清除共产党的影响，就和民族独立、国家独立直接挂钩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哪一个人在中欧国家提出来说我反对进化忏悔，那在其他人眼中，你就是站在苏联傀儡政权的立场上，你会遭到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唾弃。因此连一些原共产党员组成的新政党也坚决支持社会重建，因为谁反对社会重建，谁就会在社会上遭到孤立。你组织政党，你的政党一定败选；你要是想去当公务员，一定会被挤出来，大家不要。因此，在中欧国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解放红色殖民地画上等号了。那么这样的话，共产党的残余势力就没有办法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去赢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那么也因此，在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当中，由于社会重建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像在中国那样成为红色权贵的盘中餐。也就是说，中国这种把国有企业几十万家国有企业送给共产党官员的做法，不是本该如此，而是一个最坏的特例，它发生在中国。中欧国家完全不是这样。那么同样的，在中欧国家也不像在俄国那样，这个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国企经理和国企员工的既得利益保卫战。那么中欧国家4国呢，最后是他们是把私有化作为恢复后共产党国家时代就恢复后共产党时代国家自主性、经济自主性的一个关键措施。那么社会重建运动是大大削弱了国企工人群体还有企业管理者在私有化过程当中捍卫自己既得利益的话语权，让他们也很难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插手运作。结果呢，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内部人操纵或者经理层贪腐这样的问题发生的比较少，无论是经理还是工人，都不能直接从私有化当中受益。